大家好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战争学院。战争学院的升级主要仰赖黄金为例，每周有20次可以用半价黄金来兑换黄金为例，所以总共会消耗100个黄金，然后你可以得到260个黄金为例，也可以用金币来兑换，但是要注意控制金币的数量，如果小于2N 就不要再兑换了，因为金币也是你平常技术研究需要的材料。战争学院的研究可以增加出征部队容量。我用步兵的科技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。黄金研究主要有杀伤力，还有攻击力，还有生命值，还有集结容量，还有防御力。那3个兵种都是这样。刚刚前面这些研究满了，才可以开启黄金兵种，也就是 T11。每个兵种从最前面研究到开启黄金兵种，大约要消耗13500个黄金为例。开启了黄金兵种之后，后面的研究主要是减少治疗时间，最多可以减少到 15%。后面这些很重要，但是我们可以先求有再求好，或者是治疗成本，最多可以减少 50% 治疗成本。或者是训练的成本，最多可以减少到 50% 的训练成本。训练成本我觉得还好，大家应该比较没有这么缺这个资源。如果是先研究步兵的人，建议先提升步兵防御力，点满可以提升 40% 防御力，还有步兵生命值，点满可以增加 25% 生命值。那工兵也是，如果研究工兵的人，建议先提升工兵杀伤力，可以提升到 25%， 然后工兵的攻击力可以提升到 40%。 光是研究这2项，在打熊其实就非常有感了。如果要研究黄金工兵，可以看到这个需要的时间非常的多。在 KVK 期间，并且预约到王国 buff 的话，大概可以减少到差不多45天。那有这些方式可以增加研究的速度，其中一个是紫色英雄言语，它的远征技能可以增加研究速度，请大家务必要点满。要能够开放到黄金兵种的前提是你的战争学院必须要 TG5。如果非常缺金粉的话，建议可以购买这个黄金深度探秘，还有试炼换金商店金粉，每周把它换满。还有这个黄金为例周卡，右边那个常规礼包就太贵了。接下来骑兵我就发展的比较少了，因为我主要是玩步兵、工兵流派的。如果是想要在王城战发挥巨大战略价值的，那请优先发展步兵。黄金步兵真的很强。那如果是想要打熊打得猛一点的，可以优先发展工兵。那来看一下黄金兵种到底强多少。这是 T10 的 TG8 工兵，数值是24、16、15、23。来看一下 T11 士兵 ，TG6 的 T11 工兵大约是24、17、16、23，所以以数值上来说 ，TG6 的 T11 工兵比 TG8 的 T10 工兵还要强一些。但是要注意 ，TG8 有额外强化一个技能，所以我觉得这2个的强度应该会差不多。但是战争学院实在太耗资源了，所以以一般小氪或5氪玩家，我们通常会建议先发展兵营，让它到 TG8， 然后战争学院用佛系的方式来经营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那步兵也是一样的概念，我认为 TG8 的 T10 步兵数值15、23、23、15，然后多一个技能。
强度大约等同于 TG6 的 T11 步兵，数值17、23、23、16。我觉得这两个不会差太多。那除了兵种要强之外，兵种的相克也很重要。想要了解兵种相克逻辑的，请参考这部影片《KingShot 士兵比例全解密》，打熊 98% 的工兵，还有 PVP 相克逻辑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